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很多，习近平躲开北京，特意带着一帮军头到延安去开会。央行决定要放50年后的债，地方政府却开始收30年前的税。富人利用一切渠道在往海外跑钱又跑人，穷人在社交媒体上聊美国的混乱，同时却在亲朋好友圈中讨论国人频繁自杀和新的暴力伤人案。表面看挺乱，但换个视角看，这些事情却把中国社会的走向展现得清清楚楚。当今中国哪个阶层活得都不轻松，从习近平到各层官员再到普通百姓，虽然各个阶层面对的压力性质不同，但是压力的强度都在不断的积累。大家知道，积累压力的后果一般都很可怕。清醒的人都能看到，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巨变前的关键时刻。此时中国人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哪里会是中国社会系统破裂的第一环？今天我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当今中国的视角，然后我再谈谈我对上面这个核心问题的理解。同时我也非常希望观众朋友能够在节目后的留言区和我分享您的看法。彭博社在6月20和21日刊登了2篇有关中国经济的重点报道，他们的题目分别是中国房地产销售低迷，迫使标普和惠誉下调预期；中国企业财报之痛，削弱股市反弹乐观情绪。现在打开西方财经类媒体，提到中国经济的新闻，核心概念就一个：最新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比此前预期的还要糟糕。就是在中国经济让国人和世界都发愁的不行的时候，习近平却亲自决策，于6月17日到6月19日把中共军方的所有军头都召集到延安，开了3天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2个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军委委员，还有军委机关、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联合指挥中心、各战区、各兵种、各直属单位和武警部队的主要负责人。那么习近平为什么不顺顺当当的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呢？毕竟与会的这些军头大部分平时都是在北京的。就这一点，大家的共识是，习近平想借用这个会议地点来强调一种仪式感。他希望通过延安这个对中共意义非凡的地名，来给这个会议提供一个背景旋律。但是从习近平的这个精心设计来看，我也看到了一个被多种压力煎熬的习近平。会上习近平核心强调2点：一，锻造军队的忠诚度；二，加大力度铲除军中腐败。习近平说，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我军在政治上面临的考验错综复杂，要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很多观众可能不是很明白习近平说的这些充满中共特有说辞的说法到底什么意思。简单用正常人类的语言翻译一下，就是我习近平感觉现在世界局势复杂，国内情况也不太平，党内军内都出现了问题，让我很不放心，所以以后你们必须对我更加绝对忠诚。政治这个词汇在中共的这个语言环境中，通常就是效忠中共、效忠中共核心习近平的这个意思。政治建军说白了就是习近平要求中国军队成为绝对的党卫军，成为绝对的习家军。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都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习近平的状态。为了让这些军头听话，习近平少不了要祭出反腐这支杀手锏。在这次会议中，习近平再次高调提到要反腐败。他说，军队里绝对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习近平在这个环境下再次强调反腐，至少有2个目的。
首先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为震慑这些军头，让他们听话。中共20大后，习近平全面独立控制中国的权力体系和人事任命。按理说，中共军方和政府的高层核心人物应该都是对习近平表示过忠诚的，让习近平放心的人。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习近平对军方和政府的大规模清洗却是在这个时期进入了高潮。习近平在2023年3月任命李尚福为国防部长，但是李尚福仅仅上任5个月后就神秘消失了。到2023年10月，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中共就突然正式宣布免除李尚福国防部长的职务。从上任到免职中间仅仅是7个月的时间。随后，中共相继宣布免去9名解放军高官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撤销了3名军工企业高管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10几个中共将军和军工企业大佬从人间蒸发了1年，至今大家都还在猜想他们失踪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虽然大家也知道，如果未来这些人被正式宣判，公开的罪名一定是某种腐败罪名，但是坊间对火箭军高层地震的传闻中明确表示，他们对习近平的忠诚不够绝对，很可能是他们落马的真正原因。这就是习近平在过去10年用反腐的方式确立自己绝对权威的一个秘籍。官员落马真实原因的不确定性，正好形成了对中共现任军头的强大威慑力。设定明确的边界，就给人打擦边球的机会。只有在边界不明确的情况下，才能让人自愿努力往边界的相反方向拼命跑，竞相展现对习近平的绝对忠诚。在短时间内对大量自己新任命的人大打出手，这是习近平疑心极重的展现。一个独揽大权的人，如果疑心极重，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但有绝对权力的人，一定会要求自己周围的人对自己展现出绝对的忠诚，以此来寻求自身的安全感。但是绝对忠诚却是一个相对概念，昨天被认为是绝对忠诚的表现，今天在别人更加忠诚的表现衬托下，就可能显得不那么绝对忠诚了。如此内卷下去，在不知不觉中，畸形就会变成自然。朝鲜人对金正恩表达忠诚的画面，时常让世界人起鸡皮疙瘩，但是朝鲜人却表演得非常投入，因为那已经成为他们生存的基本要求。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共军方对他绝对忠诚，这会在习近平和军方之间形成一种压力，也会在中共军头内部形成一个内卷的压力。习近平在这个时刻再次高调提出军队反腐，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可能来自习近平另一个内心的煎熬。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遭遇对习近平的打击应该是非常大。不打仗的时候，俄罗斯被公认为世界第2大军事强国，平时俄罗斯军方也用各种数据和消息忽悠普京，让普京对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充满信心。但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俄罗斯在一个像样的对手面前却丑态百出，从常规老武器的数量和性能，到高端现代新武器的实战能力，被全面打脸。目前俄罗斯死人无数不说，还搞得普京不得不到朝鲜向金三求助，甚至还亲自当了一把金三的私人司机。这个经历对习近平的帝王伟梦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习近平的经历中和中国军队有短暂接触，但只要对中国军队有一点了解的人，都应该清楚中国军队的风气。可以放心地说，俄罗斯军队的腐败问题，中国军队一样不会少。金融时报近期报道说，习近平在2023年4月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时说，
美国试图怂恿北京攻击台湾，但他不会上当，因为与美国发生冲突将摧毁中国取得的很多成就，破坏他在2049年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不管习近平是出于什么目的说的这番话，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军队目前在战场上不是美国的对手。但是习近平对台湾非常执着，中共军队的真实战斗力到底如何？这是一个让习近平内心非常煎熬的问题。在这次延安举行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特意说，希望中共军队能在2027年，也就是中共建军100周年时，能拿出点好成绩来庆祝。习近平这句话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习近平这里提到的好成绩，应该不是简单指中共一次大型军演的成果，因为中共这些年围着台湾已经搞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军演了。那么习近平的好成绩指的是什么呢？我不认为这是他在暗示武力攻台，很可能是指中共军队在他们选择的时间，在他们选择的地点，以他们选择的方式和台湾或美国军队发生一次可控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并最终占得上风，以此来作为中共展示其军事实力的关键一步。当然，目前这还只是习近平的一个梦想，但是只要习近平有这个梦，他就会以反腐败为威胁，给中共军头施加压力。在习近平的压力下，中共军方就需要不断表现自己，表现他们不腐败，表现他们战斗力在不断提升。6月19日，中共军委的延安会议刚结束，随后中共军方立即在6月20日和21日2天中，向台湾空域派出了66架战机，其中有些飞机甚至飞到离台湾只有56公里的地方。同时，中共海军还在台海周围派出了大量的舰艇。台湾国防部对中共这些军事行动密切关注。从习近平延安会议上展现的状态来看，我推测这些军事行动将会成为中共未来的常态，而且会不时加码。因为中共军队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不断表演给习近平看，告诉习近平，我们没有只是腐败，我们还在提高。当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从来不认为台湾的命运是习近平说了算的。回看台湾过去这些年的种种经历，给我感觉台湾冥冥之中是被呵护的。因为这个话题不是今天的重点，我们以后在合适的话题中再深入聊这一点。上面我以中共军事方面为例，谈了中国社会的第一类压力的形成。它是由中共核心的个人状态和个人意志引发的，从上而下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会让中共的各层官员紧张兮兮，并让中共官场形成内卷的压力。下面我们来谈中国的第二类压力，就是中共各级官员从自身利益出发产生的社会压力。近期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中国各地爆出的有关税务方面的消息，其中包括各地纷纷成立警税合成作战中心，另外有些地方税务部门开始对企业进行长达30年的倒查税款等，这些成为近期中国国内最大的经济新闻。6月13日，宁波一家上市公司博汇化工发布公告称，已于6月12日起停产，原因是补税额度太大。早先博汇股份就发布公告说，宁波税务部门要求公司对其某项产品缴纳一种特殊的消费税，就这一项就被要求补交总共5亿的税款，让公司的业绩会由盈利转为巨亏。还有一个枝江酒业，早在2020年初，枝江酒业就被迫对他2015年以来的5年公司消费税补交了2亿元。最近中共税务机构一直查到他30年前，说发现他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0月31日这15年中少缴了8500万元的税，需要补交。另外还有几家上市公司也公开表示，他们被要求补交上世纪90年代的税款了。
不光是大企业，连小商小贩都躲不过。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一些明星身上，动辄就被要求补缴数千万到数亿不等的税款，很多人不得不变卖部分家产来筹钱补缴税款。最近东南大学有一个教授参加了一个有关中国商业环境的闭门会议，他说会上几乎每个人都在担心这事儿对企业和市场信心的影响。面对社会的质疑，中共税务总局出来辟谣说，他们没有搞什么全国性或全行业性的税务检查，但是他们话锋一转，他们又强调最近查税补税都是正常操作。这一解释，大家一下子明白了这事情的本质。这事儿虽然不是中央直接下令的，但肯定是中央默许地方这么做的。中共地方财政的窟窿已经大到了极致，很多地方的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中共中央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去补。虽然目前地方税务机关提出的这个办法有种杀鸡取卵的性质，但是中央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据中共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的规定，对于偷税、抗税、骗税的行为，税务机关追缴未交或少交的税款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因此，只要把你税务问题定性为偷税或骗税，30年倒查税款是符合中共法律的。未来配合倒查税款，很多地方政府还新成立了警税合成作战中心，这样的机构是为了保证中共的公安和税务部门能够更加有效地联手对所谓的涉税犯罪进行执法。先把你30年前账本都找不着的商业行为定性为偷税或抗税或者骗税，然后税务部门会劝说你乖乖补交税款。如果你敢不从，旁边就是公安机关，随时准备以偷税、抗税、骗税等罪名给你戴手铐。中共国的各种苛捐杂税非常多，中国商人中的一个共识就是，没有哪个企业能在把所有税都老实上交的情况下还能活下来的。因此，多年前企业的一些偷税行为，其实是在当地政府默许甚至是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地方政府也是用在税务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来作为一种吸引投资的策略。明知这个历史事实的地方税务机构，此时却突然跳出来要查企业过去30年的税务。有网友爆料说，一些个体户被税务稽查，甚至有的公司已经注销了，还被强制恢复税务登记，然后逼迫补交当年少交的税款。不服气，旁边就有警察和你讲理，看你往哪里逃。因此，这次中国各地大规模倒查税款的行动，对中国大大小小的企业都是一个噩梦，让很多企业主提心吊胆，生怕哪天税务局就突然找上门来，要他们补交一个天文数字的历史税款。但是除了祷告之外，这些企业老板其实没有任何办法阻止这个事情的发生。这就是目前中国第二类压力形成的一个典型例子。权力在中国是超越经济价值的，因为它可以随时变现，而且可以按需要决定变现的数量。中共各级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可以轻松把自身的经济困难转嫁到企业和民众身上。在中国，这样的压力传递完全是单向的，中国的企业和民众没有任何途径来阻止这个压力落在自己身上。中共官员从中央到地方，平时都会强调为企业开创一个健康宽松的经商环境有多么重要，但是那种关心是菜农对刚刚冒芽的韭菜的关心，是养猪户对猪在生产过程中的关心，但是韭菜绝对改变不了自己会被收割的命运，猪也改变不了自己会被屠宰卖肉的命运。特别是当养猪户自己快揭不开锅时，猪不管大小都会变成养猪户的下一顿饭。前些年中国经济红火时，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收入增长大多都可以从自然经济增长的红利中获得，因此当时大多数普通中国人都感觉不到
中共官员对自己利益的直接侵害。现在中国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特别是中国房地产的不断恶化，中共各级的财政收入已经无法从缓慢增长的经济中吃饱了，于是他们就只能让自己的权力变现，开始想特殊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收入问题。例如我们前面讲的倒查30年的历史欠税啦，或者是从现实中找各种理由来罚你的款了等等。但这些招数就能让很多中国人意识到他们的不公正性了。当前中国经济低迷，很多中国人自身就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而且压力还在不断增长。一方面，承载中国人70%财富的房地产价格在不断下跌；另一方面，招聘平台招聘网的数据显示，近1/3的上班族表示他们的工资有所下降。偏偏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又开始了这一轮利用他的权力向民众转嫁他的压力的过程。而这种转移压力的过程，一般中国人都能够看明白他的不公，知道中共在向民众转移额外的压力，让人感觉不公的压力是最难承受的压力。让民众承受多重压力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回避压力是人的本性，因此能跑的中国人当然在跑了。6月18日，一家国际投资移民咨询公司发布最新报告，说2023年中国有13800名净资产至少为100万美元的人离开了中国，他们主要前往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这3国。而且报告预计2024年将额外有15200名这样的高净值中国人离开中国。这些数字都是全球各国最高的，对中国来说，这代表着创纪录的财富外流。最近还有一篇报道说，内地游客蜂拥到香港去买保险。为啥最近这么多大陆人会到香港去买保险呢？其实10多年前，从2010年开始，香港保险就成为大陆的一种把人民币转移出中共金融体系的办法。到2016年，这种方式更是达到了顶峰。当时大陆人买的香港的保单占了整个香港全部保单金额的40%。虽然后来中共政府为了防止中国资金利用这种方式大量外流，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措施，但大陆人买香港保险的比例一直保持在香港全部保单的25%到30%这个程度。那么为啥香港保险这么受大陆人欢迎呢？首先，香港保险其实是一种投资，收益率至少有 4.5%， 比大陆类似理财的收益率高了许多。香港的保险有很多种，有理财型，有人寿型的。保单有10年、15年、20年，时间越长回报越高，期满就可以连本带息都拿出来。香港保险的保证范围比内地保险更广，还有分红等额外的福利。那么其次呢，香港很多保险产品是用美元计价的，这就给有多余财富的中国人把人民币转换成美元形成一个机会。现在国内换外币不容易，但用银联卡在香港买保险却很方便，这让中国人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财富全球资产配置。那么最后呢，香港保险的属性是离岸投资，不受中共国法律的影响，这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让自己部分资金脱离中共管控的机会。当然，买香港保险只是中国人把自己财富转移出中共控制的途径之一，很多人还在利用其他渠道来把资产从大陆转移出去。这些渠道最近分外红火，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富有阶层对中国目前现状的焦虑和对自己资产安全的担心。能往外跑人的和有钱能往外跑钱的这些人，还是属于中国社会中有财力和能力这样干的人。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多重压力，他们是没有什么选项，只能是咬牙承受。最近中国社会2大悲剧情节大量涌现：一、
中国多个城市，包括太原、重庆等地，出现连续有人在公共场所自杀的情况。二，中国社会暴力事件频发。6月19日早上，上海地铁9号线在合川路站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事件，致3人受伤。犯罪嫌疑人是一名54岁的姓沈的男子。事情发生后，迅速在微博上炸开了锅，阅读量很快涨到了1.64亿人次。很多网友的发言不是谴责这个行凶者的暴行，而是在全面竞猜这个凶手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有人猜说，这凶手可能是炒股炒亏了，然后是一堆人附和说，是呀，中国股市今年蒸发了7万亿美元。还有人说，现在这经济环境压力一层层往下压，谁知道哪天自己就会被逼到极限了呢？中国网民对这个暴力事件的超高围观热情，本身就成为一个社会现象。有个说法叫相由心生，围观和分析这个事件原因的过程，就是大量中国民众自身焦虑的一个展现过程。很多人猜测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在把他自己内心的焦虑往这个事件上套。当然，中国最近的社会暴力事件可不止上海这一件。前些日子，东北吉林有个当地人把4个美国大学老师给捅了。山西有个政协主席因为清理非法占用地的事儿被人给杀了。江西还有个小学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造成2人死亡等等。广东警官学院研究了140起大案，发现这些案件中大多数犯罪的人以前是没有任何案底的，属于那种突然开始仇恨社会的情况。虽然这些案件的犯罪人属于人群中非常极端的极个别现象，不具有代表性，但是这样的案件数量的增减却可以是一个社会压力不断升级的表现。习近平去年出人意料地重新提出枫桥经验的概念，希望发动老百姓来帮助中共全面监督社会。而去年中共还专门成立了个社会工作部，核心目的也是为了更好控制中国民众。但是中共其实也很清楚，这些极端事件是底层民众社会压力无法排解的结果。哪个人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压力压爆的人，这是很难预测的。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去年12月就说过，中国社会正进入一个社会矛盾和纠纷大量存在、难以发现、预防和处理的时期。那么聊到这里，大家应该清楚了，我看中国目前的各种纷繁事件的角度。这些事情虽然表面不相干，但是它们其实是相互关联的，都在展现着中国不同阶层在中国这个压力锅中承受压力并转化和传递压力的这个过程。回到我们节目开始的核心问题，哪里会是中共控制的社会体系破裂的第一环？对此，我目前的认识是，虽然中国普通民众承受的各种社会压力最大，但是因为中共对中国社会的严密管控，从底层民众这里引发中国社会系统崩溃的可能性，目前看其实不大。但是中国民众在高压下跑路或躺平，这样做法的综合效应却会给中共各级官员形成实质的反作用力。因此能对中共统治产生重大系统性冲击的，反倒是中共各级官员这个群体。他们将同时面对来自中共高层不断加码的压力，和来自经济层面的压力，和来自中国大陆民众的消极抵触。在这多方面压力下，他们中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中共统治的执行系统就可能如满清末年一般逐渐消亡掉。当然，这可能会是一个量变转化成质变的相对缓慢的过程。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